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塔克运势频道，我是 Rachel。如果你今年也有入手 iPhone 17、iPhone Air 和 iPhone 17 Pro 系列的话，那么新机入手呢，会有一些必学新功能和设定哦。这样不仅可以让你更快上手，也能帮助你把手机的效能和便利性发挥到最大。因此，接下来我们这支影片呢，会分别教大家 iPhone 17全系列可以使用的功能与设定，以及仅限 iPhone 17 Pro 系列可用的新功能。这样呢，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机型来学习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苹果教学或 3C 开箱，记得先订阅我们塔克运势频道哦。在介绍 iPhone 17新机必学设定和好用功能之前，想先跟大家分享我目前替17 Pro 和 iPhone Air 装上的手机壳。这款 MagStand 360M 磁吸旋转支架防摔手机壳是来自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苹果周边配件品牌 MagEasy。那它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哦。首先是它的外形，颜色上有提供透明、迷雾、珊瑚、午夜共4种颜色，各自可以跟17 Pro 的实际颜色互相搭配。而且它的壳面和边框都是不会粘黏、棉絮、灰尘的材质，手握起来握感很好，也不会太滑手。保护力部分当然也很重要啦。这款手机壳呢，在荧幕边缘和相机镜头模组周围都有加高，更是有通过美国军规防摔认证，最高可以达到16英尺的防摔保护，是超越军规防摔的规格哦。我也特别喜欢它的360度旋转支架设计，手机壳结合支架真的超方便，全部角度都可以自由站立，不管是直放或横放，都可以依照个人使用情境来调整角度，在工作或娱乐上更顺手。支架还可以当做扣环使用，单手操作更安心。它的磁圈也支援各式 MagSafe 配件，磁吸力很足够，能稳定吸附行动电源、充电座等等配件哦。除了手机壳之外，我也为17 Pro 贴上了 Lens 蓝宝石镜头保护贴，它里面有附很方便的对位神器，第一次贴也能贴得很完美。而且这个镜头框呢很有质感，是采用 TI6式钛合金航钛铝合金制成，兼顾强度与耐用度。镜头贴颜色和真机颜色也互相呼应，贴上也不会影响整体质感。镜头贴采用人造蓝宝石制成，它的3层极视镀膜包含了双层 AR 抗反光镀膜以及单层 AF 抗指纹膜，不仅拥有很强的抗刮力，也能达到极致透光和很好的抗雾效果。另外，它也通过 SGS IP68 防水防尘测试，在日常防泼水方面都完全不用担心哦。现在在官网注册会员享1年保固，保固期间内破损可以免费换新1次哦。如果你也想要让自己的 iPhone 17系列新机拥有完整保护，可以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区前往 MagEasy 官网选购，结账输入折扣码 TECHGILZ 可以享有全馆92折哦。苹果这次为 iPhone 17全系列以及 iPhone Air 都搭载了全新的1800万像素 Center Stage 前置相机嘛，而与传统前置镜头不同的地方是呢，全新的前置相机呢支援自动旋转和自动缩放画面功能哦。首先我们打开 iPhone 相机，然后点右下角这个箭头把它切换到前镜头。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自拍的话，那这个 Center Stage 人物居中功能呢，它会协助你维持比较紧凑的取景。但如果有2个人以上呢要一起自拍，那视角呢它就会自动拉宽，避免任何人被裁切。在多人团体照自拍的时候呢，它甚至还会自动帮你把它变成一个横向的画面。那其实除了可以让系统判断并且帮你自动旋转或自动缩放之外，我们也可以手动点选相机界面的这2个按钮。比如说左下角的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切换那个缩放的，点一下它就会让你维持一个比较宽的取景，然后再点一下就会恢复成原本比较紧凑的取景。而右边这个是旋转按钮，点一下呢就可以切换成这种横向的画面，可以让更多的景物或更多人容纳进来。等于说我们直握 iPhone 自拍的时候呢，就不用再像之前那样一定要把手机转成横的，可以直接这样直着自拍，可以拍出很多比较宽广的画面哦。除了前镜头升级之外，苹果也为 iPhone 17全系列以及 iPhone Air 支援了全新的双重拍摄功能。简单来说呢，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 iPhone 的前镜头和后镜头呢同时录影。那这个功能就非常适合用在拍演唱会影片Vlog 或是旅行影片上，让你可以同时捕捉眼前的景象以及自己这一段的画面哦。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我们打开 iPhone 相机之后，你把它切换到录影，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选单，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双重拍摄。点击之后呢，现在你就会在 iPhone 的录影界面上面看到这2个画面嘛，一个就是后镜头拍的，一个就是自己前镜头你自己这一段的画面。比较特别的是，它这个小视窗是可以移动的，你可以把它移动到其他的位置，避免挡到你的这个画面。那在左上角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调整解析度和帧率啦。比如说解析度部分，它就有支援 HD 和 4K， 影格率则是24和30 FPS。那如果你想要录制最好效果，当然就是调成 4K 30。按下录制键之后呢 ，iPhone 就会开始前后镜头同时录影了。那在录影的同时呢，我们一样都是可以去切换你的这个镜头的倍率，而且呢，也可以移动你想要放的这个小视窗的地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你只要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白色的按钮，就可以立刻拍下一张照片。那最后我们按下结束录影后，就可以在 iPhone 照片看到刚刚录制的影片咯。
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 iPhone 的 OLED 萤幕在调整亮度的时候，会用一种叫做 PWM 脉冲宽度调变的方式来调光。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快速闪烁的方式去控制亮度。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感觉不到它快速闪烁，但少部分的用户呢，却会因此产生闪烁感，或者是觉得眼睛很疲劳，甚至是头痛的情况。因此，在这一次 iPhone 17全系列中，苹果呢就支援了一项显示器脉冲平滑的功能。如果你是对闪烁会过敏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到设定里面，然后点进显示与文字大小，在这边你就把这个显示器脉冲平滑功能给打开。开启之后，萤幕就会用比较平顺的方式呢去调光，可以有效减少闪烁感，眼睛呢就会比较轻松哦。苹果每年都会针对 iPhone 新机提供全新的专属桌布嘛，那今年呢当然也不例外啦。我们只要回到 iPhone 锁定画面，长按背景，然后点一下右下角的加，这边呢我们往下滑，找到选集，那这边呢就是全新的桌布啦。你可以左右滑动呢来选择不一样颜色，那这些桌布呢都是有对应到实际的颜色哦。那如果你是用 iPhone Air 的话也一样，它会有专属的桌布。那选好之后，我们按一下加入，这样就可以啦，你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全新桌布。苹果这次为 iPhone Air 主镜头、iPhone 17主镜头与超广角镜头，还有17 Pro 系列的主镜头、超广角与望远镜头都支援了4800万像素。不过呢，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开启某一个功能的话，那你会发现你拍出来的照片最高只有到2400万像素哦。那这是因为呢，苹果预设并不会帮你打开。那如果你想要拍出4800万像素照片的话，首先呢，我们打开 iPhone 内建的设定 App， 然后往下滑，点进相机，接着这边我们按一下格式。然后呢，如果你是17 Pro 系列的话，你就把这个 Pro 与解析度控制项目打开。那如果你是 iPhone 17和 Air 的话，那这边我们就把这个解析度控制项目给打开。接着要拍照的时候呢，我们就打开 iPhone 相机，然后切换到这个拍照模式。那在左上角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控制项目，点进去。这边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使用 Pro 机型的话，那你还可以选择要 HEIC 格式或者是 RAW 格式。那一般的拍摄呢，我们用 HEIC 格式就可以了。那在解析度这边呢，记得你可以把它改成4800万像素。那如果你是使用的是 iPhone Air， 我们只有在1倍主镜头呢才可以拍摄出4800万像素的照片，而 iPhone 17数字系列呢则是使用0.5倍超广角和1倍的主镜头可以拍出4800万像素。17 Pro 系列的话，则是可以在0.5倍、1倍以及4倍的望远镜头下拍摄4800万像素。我们拍完照片之后呢，只要直接往上滑，那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实际的像素大小了。像我这张照片呢，就是4800万像素。那说到 iPhone 相机，苹果自从 iOS 26版本之后就重新设计了这个相机界面嘛，它整体呢就变得更精简，上面呢只剩下这个闪光灯的控制项。但如果你觉得很多功能都藏起来，其实有点不太方便的话，那我们可以点进设定，然后往下滑，点进相机。这边呢，我们点进指示器，然后呢，这边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比较常用的相机功能，额外把这些像是远框照片啊、动作模式、双重模式功能给打开。之后呢，我们回到相机，你就会发现，在拍照模式下，上面这边就多了一个可以切换远框照片的功能。录影的话，只是在右上角这边多了动作模式和双重拍摄这2个按钮，等于说呢，你就不用像之前一样，一定要点进去这个选单里面，都可以快速操作哦。苹果从去年的 iPhone 16系列就加入了最新一代的摄影风格功能。我们不管是在拍照当下，或是拍完照片后，都可以自由套用各种不同风格的滤镜。而且呢，你也可以细调这些色调啦和颜色，让你的照片呢更符合你想要的样子。而这次苹果也为摄影风格加入了全新的明亮滤镜。点进去之后呢，你一样可以制定你喜欢的色调和颜色等等。它可以为人物的肤色呢增添比较自然柔和的色调，很适合用来拍人，也很适合自拍，大家可以玩玩看哦。苹果早在 iOS 18就支援用户更改桌面 App 的这个图示色调嘛，但在 iOS 26之后，苹果进一步新增了一个很有趣的新功能哦，它可以让 App 图示的颜色呢自动匹配你 iPhone 的机身颜色。像我的 iPhone 17 Pro 是宇宙橙嘛，那它就自动帮我把 iPhone 桌面图示的颜色呢调整成最适合的橘色。那这功能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我们点选 iPhone 桌面背景，然后点一下左上角的编辑，选择自定。然后在底下这边，你直接把它改成不同的色调。接着在左下角这边，你会看到一个像是 iPhone 手机的这个图示，你直接点选它，它就会根据你 iPhone 17的颜色呢来自动匹配 App 图示的色调了。而且很特别的是呢，如果你有买苹果官方的这种 MagSafe 手机壳，那因为官方壳里面它是有内建一个小型的 NFC 晶片啊，那这个 NFC 呢是带有手机壳的颜色资讯。那我们装上苹果官方手机壳之后呢，只要长按，然后按下编辑自定。这时候你在底部这边选择第2个这个手机壳图案，
那系统呢，它就会自动读取你这个 NFC 晶片的颜色资讯，然后自动帮你把 App 图示呢匹配成手机壳颜色。像我这个手机壳因为是黑色嘛，它就自动帮我调成适合的黑色。苹果针对 iPhone 15 Pro 以及后续的新机型，包含 iPhone 17全系列都支援了镜头清洁提示功能。我们只要在设定里面点进相机，然后往下滑，在这边打开镜头清洁提示功能。那之后，当你在拍照或录影的时候，系统如果侦测到你的镜头脏掉啊，或是有脏污，它就会在相机界面最上方这边显示一个清洁相机镜头的提示来提醒你哦。建议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功能给打开。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介绍与教学 iPhone 17 Pro 与17 Pro Max 系列仅限的新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 iPhone 相机的4倍光学变焦和8倍光学品质变焦了。苹果这次把 iPhone 17 Pro 系列的望远镜头呢，从上一代的1200万像素升级到4800万像素，同时呢也把焦段呢从5倍改成了这个4倍。那表示在4倍的望远下，我们最高呢是可以拍出完整的4800万像素照片。而当你切换到8倍的时候，那系统呢它是用4倍望远镜头的中央区域进行裁切，输出成1200万像素。但因为是裁切是高像素的感光元件嘛，所以画质呢几乎是接近真正的光学变焦。那苹果呢也因此称它为光学品质变焦，它的细节保留度呢会比以往的数位变焦还要更好哦。我自己觉得4倍很适合拍人像或是稍微远一点的建筑物，画面呢可以呈现的比较干净；而8倍则很适合捕捉远方的小细节，像是你旅游的时候想要放大远方的建筑或地标都很适合哦。除此之外 ，iPhone 17 Pro 系列变焦范围也拉得更广了。它最高呢是可以支援到40倍的变焦。虽然在高倍数下，主要还是依靠数位变焦，画质难免会有所牺牲。但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你想要拍远方舞台上的人啊，或是建筑细节等等，都可以比以前拍得更清楚哦。如果你有更专业、更进阶的录影需求，那苹果呢为 iPhone 17 Pro 系列支援了 ProRes RAW 录影格式。与一般的 ProRes 不一样 ，RAW 会保留感光元件的原始资料，像是 ISO、快门、白平衡等等，全部呢都能在后置的时候自由调整哦。不过，如果你想要使用 ProRes RAW 来录影的话，我们必须要使用相容的 App 才支援。例如像是 Blackmagic Camera 和 Final Cut Camera 2.0 等等都可以。那我这边呢就以 Blackmagic Camera 这款 App 为例，我们只要点进去 App 里面，然后切换到右下角的设置，然后在编解码这边点进去，你把它改成 Apple ProRes RAW 或是 ProRes RAW HQ 这两个选项来录影。而且呢，你可能会需要外接 SSD 才能录制啊。不过这功能真的就是非常专业的录影功能，一般用户其实基本上不太会用到。如果你是从 iPhone 14、iPhone 13或更旧机型升级到 iPhone 17系列新机的用户，那因为你升级的幅度比较大嘛，可能就没有用过全新的动作按钮啦、相机控制和相机的 1.2 倍以及 1.5 倍变焦。因此这边呢，我想额外为大家介绍这3个功能。那首先在主镜头部分，除了基本的1倍光学变焦之外呢，苹果从 iPhone 15 Pro 开始就有支援 1.2 倍和 1.5 倍这两种焦段。那这个焦段的使用方式很简单，我们只要在内建相机这边点一下1倍的这个缩放按钮，它就会切换到 1.2 倍，然后你再按一下，它就会被切换到 1.5 倍。这样呢，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就会拥有更多取景的选择哦。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点这个1倍的没有反应的话，那你可以点进设定，然后点进相机，这边会有个融合相机，点进来就把28和15mm 这两个镜头给打开，这样就可以了哦。苹果呢，一样从15 Pro 的机型开始就舍弃了原本的静音切换键，改成这种可以自定功能的动作按钮。那它预设呢是开关静音嘛？但如果你想要改成其他功能的话，我们只要点进去设定 App， 然后往下滑到动作按钮这边。这边呢，你除了可以设定为静音模式之外，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像是专注模式啊、相机、语音备忘录、辨识音乐，甚至是控制项目和捷径。那其中比较多的人是会把它设定为像是你的行动支付，这样你长按之后，你就可以立刻打开 Line Pay。那如果你要设定的话呢，你就点进去捷径，然后按一下打开 App， 然后呢，你在这边就直接输入 Line Pay。那你这个 Line Pay 呢，是你要另外下载一个 App 叫做 Line Pay， 而不是直接使用 Line 里面的 Line Pay 哦。那之后呢，你只要长按这个动作按钮，就可以快速启动你设定的这个功能了。不过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把这颗动作按钮设为其他功能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快速开关静音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 iPhone 的控制中心这边，这里会出现一个响铃的按钮，你可以一键切换成静音啊，或是响铃模式。苹果从上一代的 iPhone 16就加入了全新的这个相机控制功能，它就在 iPhone 的右侧这边。那在 iPhone 解锁的情况下呢，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启动相机。那进入相机之后，按一下呢则可以拍照，持续按下呢则可以录影，而轻按2下呢则可以选用其他的相机工具啊，也可以透过滑动呢来更改数值。那如果你想要更改相机控制相关设定的话呢，我们可以点进设定里面，然后按一下相机，点选相机控制，
在这边你就可以调整偏好的设定啊，甚至也可以把启动相机这个改成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它预设是相机嘛，你可以把它改成 Instagram。那这样之后，你只要按一下你的动作按钮，它就会立刻帮你打开 Instagram 的相机。而点进最下方的这个辅助使用之后呢，这边还可以制定你偏好的轻按力道啊和速度等等。那如果我们点进这个自定的话，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想要显示在相机控制的控制项目哦。例如它预设是全部都打勾的嘛，但其实我们可以取消勾选一些用不到的。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就会习惯只保留这个曝光，这样当我轻按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快速的调整曝光值，不用再像之前那样一定要先选择控制项目才能调整哦。iPhone 17全系列和 iPhone Air 呢都是直接搭载最新的 iOS 26系统。这次苹果在 iOS 26中也替界面带来全新的液态玻璃风格，还有像 3D 桌布、适应性电量等等非常多实用的新功能哦。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iOS 26，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支完整介绍的教学影片，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与教学的 iPhone 17全系列必学功能以及设定的。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新功能，或是喜欢哪一个设定呢？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最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3C 开箱或苹果使用技巧，欢迎订阅追踪我们塔克女子频道哦。拜拜。